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前立委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好，还有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新年快乐！今年的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地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在去年底解放军的这一场正义使命2025年，今天就军事来做一次比较全面的解读。尤其这一次的歼20现身在台湾的屏东上空，还有一个画面是无人机俯瞰台北101。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关心到是美国大手笔的对台军售，能够对解放军产生威胁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次的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就是有关于在军事面了。这一次看到的画面有这个歼20，还有无人机已经逼近了台湾的本岛的核心了。台湾的雷达到底能不能够抓得到呢？再来看到是战机一旦起飞的话，真的有能力来做反制吗？今天我们也请空军张妍婷张将军特地来帮我们做解读。接下来看到是解放军这一次还使用的这一款这个武器叫做远香火，那么它的成本低，而且射程是涵盖全台的。重点是它的成本低之外，弹量也非常的充足。根据了解，是完全针对海马式火箭而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台湾的防空会不会被饱和攻击给突破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那美国呢？美国接下来的态度是什么？一旦发生热战的话，我们来看到，现在根据了解，这个专家说，美军只会在周边做协防，是不会登岛的。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台湾能撑过第一线不被歼灭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去年底解放军做的这一场正义使命2025军演，短短2天，当然是震撼了台湾，也震撼了美国高层。讨论度目前来说最高的有2个，就是东部战区刻意释放出来的影片。国防部是这样说的，他们说这个叫做认知作战，但是在细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最夯的台北101的一个俯瞰画面，网络上现在有讨论说这个是假的，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德国之声这边做了一个查证，他是这样子解读的，他认为影片是没有任何 AI 生成的明显的迹象的，比较呢像是从台湾的外海透过飞行器远距离做的拍摄，不是从台北的上空来做俯瞰的。影片的真实性，这个德国之声认为是真的。第二个画面也是震撼人的，就是高雄85大楼的画面，其实更近了。而且另外一方面，歼20还飞越了恒春的机场，代表说不管是大陆的战机或者是无人机等等，都已经逼近到了台湾本岛最核心的地方。到底台湾的国防部有没有掌握到，或者是雷达上歼20的战机其实是隐形的呢？这些都会来做讨论。演习隔天，当然了，美国是立刻的宣布了对台军售，金额很高，那么套数达到了55套的红外线追踪感测器，号称可以补强在台湾的紧急作战能力。这一次美军的军售能够满足什么样的紧急作战需求？台湾战机一起飞就被锁定，有能力真的做反击吗？张将军怎么解读？我认为在这一个，尤其是它的远火系列 PHL191，在这一次是首次在正义使命所使用。那这个远火系列，这个非常廉价哦，它的打击是面的涵盖，而不是重点点的摧毁。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对台湾的各大的机场，还有关通设施、雷达站，包含重要的指挥所，实施面的打击。那这样子的话，这种饱和攻击会造成台湾的战力瘫痪。那怎么样去破解？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美国卖给我们这些武器啊，我认为有几点呢，我们都没有拿到手。第一个，我认为是这个 IRST， 就是这个红外线侦测夹舱。那红外线侦测夹舱这个，我认为套数要多一些。几乎每一架飞机啊，只要升空的战机都要有红外线侦测夹舱，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相位阵列雷达，真雷达就是都普勒雷达的一个改良版。那这样子没有量子雷达，没有办法侦测到歼20或将来它所要使用在台海的歼35，我们没办法侦测到。那这样子对台湾来看，要先发现目标，目标获得之后，你才可以实施这个飞弹攻击、导弹这个空对空的，不管是短程飞弹或者是中长程的飞弹来对它实施打击，不然没办法发现目标，你这个
上面的机载的这些飞弹，短程或者是中长的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们看看是不是红外线侦测夹舱能够套数多一些。第二个要有 E2D， 那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可以取代现在的 E2K， 它的伸缩的范围广，而且它飞得高，留空时间比较久，而且那个是美国线上所使用的，具有链路的功能。那链路功能把这些情报分析，他发现了，但是战机没发现，但是 E2D 发现了，把这些情资分享给战斗机，战斗机也就发现，因为它是空中指挥平台，但是美国并没有释出，所以这空中指挥平台台湾没有拿到，在空中的这个链路还有系统化的作战、网状化的作战就受限，没有办法发挥。那这样的话，如何能够争取空优制空权？如果没办法争取空优跟制空权，那在战略上或战术上是处于被动的战略态势，这是非常不利的。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美国授给台湾的 AIM-12洞第7代这个大起第7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给我们也只有它的射程就140公里，但是中国大陆所使用的这个 PHL-15可以达到200公里，或者它的毛是比较长，我们的毛相对的短，是不是我们可以买改良版的 AIM-12洞打得更远？那这个才可以，那这样才能够争取在空优在空对空作战的时候才能够略胜一筹。但是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释出。最后一个我要去讲的就是希望美国早一点点有给我们量子雷达，因为量子雷我们现在全部是都普勒系列，都普勒雷达，那量子雷达才能够抓到逆中战机，一般的都普勒雷达是看不到逆中战机，在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向美国来积极争取，来共同研发也好，或者美国释出这方面的技术，让我们台湾能够在这个坚贞上有所突破。我认为这个也相当的重要。好，所以现在就是等待美方包括了侦测啊、情资啊，还有雷达等等的武器，都必须要补足台湾在空优这一块的实力。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特别来关心到，其实台湾这次要担心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刚刚将军其实也特别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大陆这次使用的这个远程火箭炮。其实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主要呢是由福建平潭的远火部队发射的，这个叫做湘式的远程火箭炮。那么因为离台湾真的非常的近，引发了这个许多人的不安，因为它的落点就在台湾北部24海里的周边。将领也讲的，解放军将领讲的非常明白了，他的目标对准的就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我们来看到这款的火箭炮跟海马斯做一个相比，3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它的作战半径，第二个在移动的速度跟射程上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整体来说战力是差不多的。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远程的火箭炮，它的作战半径是落在650公里，那么海马斯则是落在480公里，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移动速度每小时是80公里，海马斯是85公里，所以海马斯又略胜了一点点。再来，我们来看到射程的部分，这个火箭炮呢，它的2个模组化的弹箱，火箭弹的射程可以最大达到500公里，海马斯则是达到499公里。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虽然战力相当，但是它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一款远箱火，它的成本跟它的量都是比较相对低，量又比较大。如果台湾的海马斯全部依赖美国，打完了之后，我们必须随时跟美国要来补充，那么成本相对的又比较高。所以今天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又怎么看了？台湾的防空会不会像以色列的铁穹，接下来遭遇到被饱和攻击这种轰炸的突破线？委员怎么看？对，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演习里头啊，这个解放军现在的火箭军用的就是 PHL-191哦，就是在他们称之为叫做湘式火箭炮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远程火箭炮的这个武器哦。那么这个武器它事实上它是可以装载2种不同的弹头的哦。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就是370毫米，就是普通的火箭弹，但是它一样可以装载750毫米的这个弹道飞弹的弹头，它一样，它两个都可以哦。那如果你是以这个370毫米的火箭弹来看的话，它的打击半径大概是300公里。可是如果你是以750毫米的这个战术弹道飞弹来射的话，它大概可以打到500到600公里哦。所以整个台湾其实都是在它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更重要的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因素是，当然第一个它的准度。因为过去大家在讲火箭弹的时候，都会认为说火箭弹的准度可能精度没有这么高哦，它是不是可以指哪打哪哦？
那么这个误差会不会太大？但是这一次大家会发现说，解放军在这一次的这个演习过程当中，他几乎可以做到指哪打哪了，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像刚才张将军讲的，就是对火箭炮来讲，它做的是区域的覆盖，它不是要精准的这个打击某一个点哦，那个地方你用这个战术飞弹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要全面性的覆盖的话，那当然准度某种程度还是相当重要的，你不能说指个高雄港打到台中港去了。但是这一次你会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准度相对来说提高了，因为它的这个火箭弹上面也装了 GPS 系统了，对，所以它也对过去的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它进行了改进了。那么第二个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价格嘛，就刚才思明讲到的价格问题哦，你知道它那个一枚370毫米的火箭弹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大概是5万到10万美金，一枚啊，大概是5万美金了哦。可是如果今天它打过来了，台湾你要用爱国者3型飞弹去拦截，一枚是多少钱？一枚是400万美金，而且爱国者3型的飞弹拦截一次要射2枚，所以它每发射一次就是2枚，800万美金打一枚火箭弹的话，800万美金对5万美金的价格哦，就台湾有多少爱3的这个爱国者飞弹呢？如果你面临到了这个我们看到的当时的这个以哈战争的时候，那种是这个饱和式的火箭弹的攻击的时候，你很快的你爱国者3型飞弹全部打完了，而且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这个成本完全是不符合这个成本效益的，所以专家说它已经不是4两拨千斤了，它是千斤对4两了，就用千斤来对4两，对台湾来说绝对是不划算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一次它的这个 PHL-191哦，它的操作其实一方面它扬言是要对爱国这个海马斯的飞弹发射这个基地来进行覆盖式的打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再一次的展示，它光用远火系统，它就可以完成它封锁的任务，而不需要一定用精准的这个战术弹道飞弹去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它一方面又有远火的飞弹，一方面它又有战术导弹，它2只手可以同时用啊。那你就要看它的工具箱里头，它究竟是要精准的摧毁你这个据点，还是它要全面的覆盖，然后达到封锁的目的嘛？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一次在军演上，我们就这个武器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读。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场军演哦，凸显的是台湾现在在防御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发生了热战的话，会不会来介入呢？赶快来看到是国务院的副发言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不必要的升高紧张，应该以对话来取代军事上面的压力，好像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是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胡振东，他直接说了，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热战的话，美军是不会登台的，因为台湾自身就有足够的防御资源。美军来，他认为说只会造成这种在指挥上面变得更混乱，所以他认为说美国跟盟军只会在台湾的周边来做一个协防，摧毁来自于海陆空的威胁。如果真的开战，美军只会看起来，如果如这一位国防部长所说的，只会做协防，那台湾能不能撑过所谓的第一波的歼灭战？聂老师怎么看？好，我先讲这个前国防部长讲的话，我觉得很好笑啊。他第一个，台湾自身有足够的防御资源，你觉得我们有这么足够的防御资源去防现在我们对岸空海陆的整个夹击吗？你告诉我有吗？他觉得有。那这个跟他的 NSE 的战略收缩计划是有关。第二个呢，他说他们真的来的话，会造成我们的指挥混乱，真的是这样吗？他们多少次的派人来到这个地方，派这个军官来这个地方来教我们的这个战士怎么去用他们的这武器或怎么协同作战。他们真的一来会只会混乱吗？讲不好听，真的来的话，我们这个国军可能都是由美军来指导。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借口，我必须这样讲哈。他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其实7次的军演，从2022年8月 Nancy Pelosi 8月2号来台湾之后的当时，大家都知道6区军演、环岛军演那一次呢，指责的就是 Nancy Pelosi 你不该来而来，触了底线红线。那后来又有2次，在2023年，那次都是这个海军警备的这种军演，那个军演呢也是指的就是他们的小议员过来，以及蔡英文要去美国，这都是对外势力。到了2024年，赖清德上来了，又有2次，大家非常清楚啊。我们应该知道哈，应该说2024年就有2次非常清楚的这什么军演，联合利剑 A 和 B， 这个指责的就是剑指赖清德你所走的台独势力。这一次今年又2次，第一次呢海峡雷霆也是剑指你，我们用雷霆万军来对付你赖清德。这一次正义使命，我告诉全球什么叫正义。
我们的正义使命非常重要，请国际的外来势力，当然它剑指的就是美国啦，你不要来干涉，因为他们这次强调2样东西：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外来干涉势力。我可以这样简单的报告，这次非常清楚，他已经把武力大概进出，当然他还有隐藏更厉害的一些其他配套的武器等等的。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同小区了，现在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这个前文上讲的话，说我们讲过去他会不会来协防台湾，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现在应该不会，未来更不可能。我讲几个道理很清楚，美国现在制造业空洞化，飞机就算你过去的 F-35、F-22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老旧战机。它就算是第5代，我跟你讲，他们上去以后有很多出的问题，他们连那个开 F-16的之前连那个雷达系统都有问题，还要用自己的那个 GPS， 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讲，第一个绝对不会。还有你去看它的 NSS， 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这个战略缩版的所谓国土安全策略，这里面非常清楚，他讲到了里面，他一开始的苦路是告诉说，数十年我们太过乐观去预期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再这么乐观了。因此，我们现在全球主义要开始收缩，以美国为优先。第二个，非全球，现在已经非全球价值观，共同价值已经没了，我们必须以自身经济利益为主。它收缩到这个样子，只能保护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制造业，即便是同等级的武器，甚至要做更多的，以后啊，真都打掉了，后勤根本没有，中国可以后勤一直出来。第一个成本又低，第二个量又多，更重要的值，美国都不一定比得上。美国现在要做的所谓的第6代战机，我们之前在生活科技不是玩这个5G、6G，现在战机在比5代、6代。你现在不要再比什么 J-20， 我们这种对岸的 J-20或他们的这个 F-35或 F-22，未来的 J-6，美国波音不是在做 F-47吗？4年之后，中国的成飞 J-36已经试飞成功，而且 J-50审飞也要出来。美国请问怎么去跟他们打？你隐形战术也没有他们隐形的厉害，所以美国非常清楚，他不可能来，但是他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叫卖武器。台湾你还是会买啊，讲不好听，因为他不是讲了，台湾防御资源很够，这个防御资源台湾有吗？你可以向我们买，我们可以给你足够防御资源。我最后讲一个说，台湾不是乌克兰，乌克兰纵深这么长，美国有没有去帮忙？有没有出兵？没有嘛，就卖武器。俄国势力军力可能不比美国，现在美国分析了，中国可能超过了美国，美国会来帮台湾吗？美国纵深也不够，他来帮台湾不是美国自己找死吗？所以美国不会来协同台湾了，基本上卖武器就对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